花开锦绣冲上第一，丁禹兮、邓恩熙杀出重围，8月华剧热度大战彻底爆了。最近的中国电视剧市场真的越来越热闹了，古装、权谋、年代、法律不同类型的作品同时上线，也让观众每天都在讨论一个问题：到底哪一部才是这个夏天真正的黑马？而就在8月16日上午，一部此前就备受期待的古装剧突然冲到了热度榜第一，它就是丁禹兮和邓恩熙主演的《花开锦绣》。从目前的热度表现来看，《花开锦绣》已经成功超过《重器》等热门作品，登上中国网络剧集热度榜首。这个结果为什么值得关注？因为这一次他面对的竞争对手可一点都不弱，一边是古装情感剧，一边是年代法制大剧，还有权谋古装和女频爽剧同时竞争。可以说，这场暑期档的华剧大战正在进入真正的高能阶段。那么，花开锦绣到底凭什么冲到第一？第一个关键就是丁禹兮。这一次的丁禹兮没有完全延续过去一些作品中比较明显的表演习惯。在《花开锦绣》中，他饰演的赵灵出身草莽，是一个私盐贩子，看起来不拘小节，但人物内心其实有自己的坚持和野心。尤其是在面对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之后，两个人从意外相遇到被迫一起逃亡，再到共同面对家族和命运的考验，人物关系不断发生变化。这种设定本身就非常容易制造戏剧冲突。而丁禹兮这一次比较受欢迎的一点，就是表演更加克制，观众依然能够看到他熟悉的个人气质，但人物本身又多了一些沉稳和复杂。也有人觉得他过去某些角色的表演痕迹依然存在，但是整体来看，这一次的赵灵确实比单纯靠外形和甜感推动剧情的角色更加完整。第二个让人意外的亮点就是邓恩熙。出生于2005年的邓恩熙，现在正处于演员成长非常关键的阶段，而《花开锦绣》给他提供的恰好是一个能够展现人物变化的角色。傅庭云原本是世家小姐，却因为一场诬陷被迫走出原来的生活，从身份受挫到逃亡求生，再到逐渐寻找真相，她不是一个等待别人拯救的女主角，她需要自己做决定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邓恩熙在剧中的表现成为不少观众讨论的重点。对于年轻演员来说，最重要的并不是一次就证明自己已经成熟，而是让观众看到成长的空间。而邓恩熙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，以及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可能性。当然，花开锦绣能够冲到第一，并不只是因为男女主角，它真正吸引观众的还有整个故事的节奏。古装背景加上逃亡、家族、复仇、成长和感情线多种元素同时推进，它并不是一部单纯谈恋爱的古装剧，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也是在一次次危机中逐渐建立起来。这种先经历困难再产生信任的关系，比一开始就快速进入甜蜜模式更容易让观众产生追剧动力。但就在花开锦绣冲上第一的时候，第二名的重器同样不能忽视。如果说花开锦绣代表的是古装娱乐赛道，那么重器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路线。黄景瑜、蒋奇明、于和伟等演员组成的阵容本身就拥有很强的关注度。更重要的是，重器的故事并不是简单的职场剧情，他把5位法学院毕业生放进司法领域，让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经历成长，同时通过多个案件展现时代变化以及法治观念的发展。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，到后来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，人物命运和时代变化被放在了一起。所以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感，观众看的不仅仅是一个案件，而是人物在面对法律、职业、理想和现实的时候，究竟会做出什么选择。而重器的演员阵容也是这部剧的一大优势，黄景瑜、蒋奇明、张嘉宁、江佩瑶、闫佩伦等演员共同组成核心人物群像，再加上于和伟等实力演员，让整部作品拥有比较明显的年代剧质感。当然，它也不是没有争议，人物线比较多是优势，同时也是风险。当多条故事线同时推进的时候，一些年轻演员的表现是否能够保持稳定，以及部分人物故事能不能真正形成完整闭环，都会影响观众后续的追剧体验。
而第三个值得关注的作品就是吴谨言、陈哲远主演的《玉婷瑶》。这部剧最大的标签就是古装权谋家女性成长。女主角孟庭辉从一个普通女子逐渐进入仕途，再一步步面对复杂的权力关系。这种成长路线本身就非常符合近年来观众对大女主古装剧的期待。尤其是朝堂对弈和人物之间的智力较量，很容易成为讨论热点。但与此同时，玉婷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。部分观众认为，某些剧情推进速度比较快，为了推动主线，部分人物行为的逻辑显得没有那么充分。而感情线和权谋线之间如何真正融合，也成为这部剧后续能不能继续提升热度的关键。另外，《百花杀》同样是近期不能忽视的一部古装作品。孟子义、何宇、徐正熙组成的阵容，让这部剧从开播前就拥有一定讨论度。它更加偏向女频爽剧路线，女主角强势，人物关系密集，再加上比较明显的情感推动，让它成为一部非常容易让观众快速进入状态的作品。尤其是孟子义本身就拥有很强的古装辨识度，他对于这类角色的驾驭能力也一直是观众讨论的重点。不过，百花杀最大的争议同样集中在感情发展。有观众觉得女主角和家人的情感积累还不够充分，所以部分高情绪场景的冲击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。而男主角的感情推进又相对较快。但如果观众只是想找一部节奏轻快、看起来比较爽的古装剧，那么它依然具有一定吸引力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，花开锦绣已经冲到了第一，重气紧随其后，玉婷瑶和百花杀也在持续制造话题。这几部作品其实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观众需求，有人喜欢甜和爽，有人喜欢权谋和反转，有人喜欢现实主义，也有人喜欢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。而这恰恰是今年暑期档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没有哪一种类型能够完全统治市场。一部剧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爆款，最终还是要看剧情能不能留住观众，以及演员能不能让角色真正火起来。对于花开锦绣来说，冲上第一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热度继续维持下去。如果后续剧情能够保持节奏，同时让丁禹兮和邓恩熙的人物关系继续升级，那么这部剧很可能成为今年暑期档最值得讨论的古装黑马之一。但如果剧情后期出现明显拖沓，或者人物逻辑无法跟上，那么热度也可能快速发生变化。所以现在还不能急着宣布谁才是最终赢家，毕竟电视剧的热度榜每一天都可能重新洗牌。你觉得花开锦绣为什么能够冲到第一？是丁禹兮的赵灵更有吸引力，还是邓恩熙的傅庭云让你产生了追剧欲望？又或者你更看好重气玉婷瑶和百花杀后来居上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每天追踪最新的中国电视剧、明星动态和娱乐热点，记得关注频道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最新的华语娱乐大事件。